美国政府停摆 ，BTC 要完蛋了。比特币不就是去中心化的产物？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想什么。你管它停不停摆，最好是一直停摆，或者是无政府，那不是更好？反正昨天比特币已经在涨了，川普要送关税红利，所有的美国人将得到$2000，等于是放水$6000亿。那等下来分享一些观点，以及昨天 YouTube 视频提到的狗狗币的支撑。如果有一起做多的朋友，或者是群上面有一起做多的几档山寨币，短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 Discord 群上面这个小组，或者是比特币有可能目前还是熊市啊。当然，你担心下跌的话，我的观点也是一样，反正控制好自己的头寸，但是也不影响我们去做多一些山寨币。比如说昨天11月8号的时候，这一个 ZEN 做多给的点位并不是很准，但是你10倍去做多的话，或者是昨天反正最高的时候从低点到高点好像是波动了有15%，不过反正一般有利润的话，我最近都是先平个30%或者是50%，然后剩一部分利润你可以进场价设为自己的止损，去赌有没有可能中长期的利润。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成长的小组，如果你有用我们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现货合约各交易1笔，都可以在 Discord 群上面联系我们。那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可能就是熊市啊，但是狗狗币反正支撑位来到接近 0.17 附近，那你该做多就做多。如果它跌破的话，那或者昨天也是在跟朋友通知一些其他的支撑位，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组昨天给的这一个 DOT 的支撑$3，昨天就跌到接近$3。反正这些记录没有编辑过，有编辑过的话，它会显示已编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那昨天的那一个利好消息，特朗普宣布关税红利，每个美国人要发放$2000。我们要想一下，整个美国是有3亿人口，那如果你按2000去乘的话，大约这一次有可能会放水接近$6000亿。所以现在比特币价格上来，那我们再看一下昨天有提到的一个观点，比特币其实要上去还是有机会哦。现在已经缩短了，它如果真的再回到这一个$10500，也就是这个盘整区回上去，那这边就是陷阱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那除了前面跟大家讲到日线里面的那个20MA 跟200MA 死亡交叉，历史上 50K 或者是当时的 25K 以及当时这个位置的 75K 是买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周线里面这一条非常重要的 50MA 也是很巧妙，或者是那这种技术形态价格跌到接近 50MA 下方，你再配合这一个随机 RSI 指标，或者是再配合普通的 RSI 指标，当时 25K 是买点，然后跌到 50K 也是踩在有2个低点都是踩在这一个 50MA， 那你再配合其他的技术指标，一大堆的技术指标，随机 RSI 指标在20也是买点，以及 75K 也是跌到这个 50MA， 然后再配合随机 RSI 指标20也是买点，或者是这一个普通的 RSI 指标，几次都是在40，那这一次也是在40，或者是再加上这一个随机 RSI 指标，以及价格，当然这个位置我也是担心比特币有可能是熊市哦。如果真的下去的话，你要有一部分资金，或者是去反比特币再跌到某一个低点的位置，看要不要再进去买入，但是并不影响啊。如果这个位置真的再上去那一个106000左右，那有可能我的观点是那一些空头，但是上去的话，那你就不应该看空。所以目前的位置，很多技术指标已经告诉我们了，包括前面的那么恐慌的下跌，那如果再配合这么多的技术指标，普通的 RSI 指标也是来到接近40，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可能其实就是整个盘整区间，又是主力挖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这2天一直在讲的狗狗币一个低点2个低点下去挖陷阱，这一根蜡烛其实已经回来了，
那或者这一根下跌，昨天又跌到这个低点，那有做多的朋友，反正我的观点是，昨天晚上在推特上面也已经分享了，狗狗币有利润的话，我感觉你应该持有拿一段时间，有没有可能这个高点应该是要过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以太坊这一个压力已经是突破了，那或者短期去留一下，这边有一个盘整区，它短线能不能把这一个压力给我挑战？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